卦性格，天蝎座的白虎女神。这个八字精准地描绘了赵露思命盘的底色和内核，也就是根生金的本质。在没有镜头、没有公众审视的私下场，或者是没有被触及底线的应激状态下，心直口快，性格豪爽，为人仗义，这才是赵露思最真实的性格。我们看到，在这次解约风波中，她那篇被认为有点幼稚、有点任性的微博长文，正是根生人不加掩饰、不计后果、刚直自己的说道。如果说根生是她内里的钢筋铁骨，那么这个月主的癸亥就是包裹在外，让她魅力四射的柔美皮囊。我们知道，癸水是10天干中最阴柔之物，它是雾，它是露，它是溪流，它赋予了命主极致的聪慧、灵气、柔情和懂得示弱的智慧。这个亥水它是食神，它就代表温和的、令人愉悦的艺术表达。所以我们对他性格的判断是根金之刚与癸亥之柔的矛盾的比例。这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而且充满矛盾的组合体。他的核心性格是刚毅、仗义、好胜，有原则，而且心直口快。他的骨子里并不是甜美，而是大姐大，有不服输的劲头和强大的执行力。癸亥伤官，柔情似水，癸水为伤官。这个伤官癸水，它赋予了命主极致的聪慧、灵气、柔情和懂得示弱的智慧。月主的癸亥就是赵露思她外在表现出来的才华和性情。这个亥水它是食神，它就代表温和的、令人愉悦的艺术表达。伤官也代表他对自由的向往，他不喜欢被约束，以及超强的镜头的表现力和感染力，这构成了他甜妹形象的来源。所以月柱癸亥这一柱，说明我们赵露思天生就是应该在娱乐圈打拼，应该在镜头前表现，这是命中注定的天赋。丙戌七杀，野心与权力，时柱丙戌，丙火为七杀，七杀高透，这就代表我们命主赵露思她人生最终极的追求就是权力、地位以及影响力。七杀也代表野心，代表命主做事情有魄力、有手腕、敢爱敢恨。天蝎座与16木，我们知道12星座中，天蝎座有坚韧、洞察力、敢爱敢恨的特质，它与日元根金的刚毅、完美的特质。此命局纳音为16木，就代表外表是光鲜亮丽的木，而内里却藏着坚硬的金，也是果实，正反映了它外表甜美、内里刚强的矛盾的。有了上面的分析，我们现在可以为赵露思做一个性格分析。她是一个披着甜美外衣的善，她的内心极度的好胜，目标明确，但又渴望自由不拘的情感表达。这种巨大的内在就让她的人生充满戏剧性，也赋予了她塑造复杂角色的一种能力。我们对赵露思性格做一个最终的结论，她是根生的刚和癸水之柔的矛盾的比例。在公众面前，她展现的是癸亥一面的甜美、聪慧、有灵气、惹人怜爱；在核心利益和底线被触碰时，她内在的根生白虎就会苏醒，表现出刚毅、决绝、不计后果，甚至有些愣头青。这正是当代流行词“严酷”或者说“奶羞”在命理学上的完美。她的仗义与刚直是真的，她的甜美与聪慧也是真的。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她复杂而又极具魅力的性格光谱。断相貌，金雕玉琢，水火既济，根生之金决定土象，日元为根金，日柱根生，根金之人，其优势在于土象的精致。它并不代表一定会长成一张国字脸，但它代表面部的五合轮廓清晰，立体感强，绝非是扁平脸。赵露思的脸型虽然是瓜子脸，但是其山根、鼻梁以及下颚线的线条都非常的清晰利落，土象极佳。这正是根金赋予的上进的优势和耐看的土象基础。癸亥之水决定皮相，这个月柱癸亥旺水，它是雕刻刀，也是抛光器，这才是决定赵露思外形走动的关键。金水伤官格，尤其是金白水星的组合，是古典命理中顶级美女的经典格局之一。第一方面，水的柔化作用，强大的癸亥之水就如同最细腻的流水，将根生这块硬金属它的棱角反复的打它柔化了根茎的刚毅，让脸型走向流畅的瓜子脸，而非见棱见角的方脸。第二，水的滋润作用，金水相生，是为金白水星，金主皮，水主润，这代表它的皮肤会极其的白皙、细腻和水润。第三方面，水的点睛作用，水主神，癸水主眼眸，强大的水会赋予它一双清澈、灵动、饱含情感的水汪汪的眼睛。对于我们命主，他的眼睛会非常的清澈有神，会有灵气，这是他最具辨识度的魅力点。丙火之宫注入神韵，一个纯粹金白水晶的格局，美则美矣，但会失之清冷，给人有距离感。而此照石柱的丙火用水，就如同最专业的灯光师为他这尊精美的玉雕打上了一层温暖的高光，这让他在清丽之外更添了明媚灿烂、富有亲和力的神。结论：综合判断，赵露思的长相，它是根金的骨骼感、癸水的柔美感和丙火的明艳三者结合的产物，是一种既有英气又不失甜美，而且动态比静态更具感染力的长相。断身材，金水持世，身高颜值的丙木，它主身高也主四肢，所以命主的身材比例四肢修长。但是这个根生之气，精气极旺，它对年资的代表身高的寅木有强烈的克制作用，而且本身地支就存在一个寅土，金太旺而克木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身高的发展。体型金水伤官，这是能量极度外泄的格局，根金生亥水，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水龙头在不停的放水，
这种格局的人，他的新陈代谢极快，能量消耗巨大，所以赵露思天生就是难以长胖的易瘦体质。所谓根茎的敦实，早已被这滔天的水势借得一干二净，所以她的身材可能敦实，而是显得比较苗条瘦弱。综合判断，赵露思的长相，它是根茎的骨骼感、癸水的柔美感和丙火的明艳感三者结合的属性，是一种既有英气又不失甜美，而且动态比静态更具感染力。它正是命理学中金白水清被火照耀的顶级美人的格局。它的本质是以庚申金为骨架，雕琢出清晰立体的轮廓，以癸亥水为笔墨，渲染出白皙水润的气浪与灵动多情的眼眸，以丙火为灯光，赋予其温暖灿烂的明星的神。这是一颗被精心打磨置于聚光灯下的璀璨钻石。第三章，根茎仙子的漫漫情路，迷宫尽头的真命天子。美人自古如名将，不许人间变白。一个格局如此强大、个性如此鲜明的女性，她的情感世界注定不会是风平浪静的言情小说，也不会是游戏人间的古偶穿越剧，而是一部充满抗争与求索的深度人间正剧。她的美貌、刚烈与才华，每一样都是吸引异性的利器。但是当他们组合在一起，并置于她这个充满冲突的命盘时，就成了她情路上最深刻的困扰之源。婚姻宫在日元坐下，她的日支是申金，申金是她的禄神，也就是她的比肩。所以我们的论断，夫宫做比肩，同床异梦，这就意味着本应该属于丈夫的婚姻，却被她自己强大的个性和自尊占据。这种情况在婚姻中必然导致：第一，强势自我，难容他人。她在亲密关系中有着极强的主导性和独立性，会让伴侣感到压抑、缺乏存在感。第二，竞争关系，伴侣与她更像是竞争对手，或者说是合作伙伴，而并非是纯粹的爱人。第三方面，比劫也代表第三者，夫宫做比劫，就代表婚恋关系中极易出现竞争者，或者说是第三者介入的强烈信号。第二，内忧外患，永无宁日。我们之前有提到子命局的三大病症，就是有一个寅申冲，寅申冲是属于外部攻击，这就代表他的事业、财富、公众身份，或者是这个寅木代表的经纪公司，在持续不断的冲击着他的婚姻宫，这代表他的事业与婚姻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源性的矛盾。申海串，这是我们之前提到子命局第二大病点，就是申海相串，这是一种内部的侵蚀，就代表他的思想、才华或者是粉丝以及整个演艺圈的环境，在暗中伤害和腐蚀他的婚姻宫。结论之一，他的婚姻就如同一个建立在火山口上的家，即使建得再华丽，也时刻面临着被内在的自我和外部的冲击所颠覆的危险。稳定是这座宫殿最稀缺的奢侈品。第二，夫妻星宫注定与敌人相爱，勾引伴侣的惊人真相。在12星座中，他的夫妻宫恰好落在这个寅位上，这就形成了最致命的循环。我们知道寅申相冲，这是子命局最大的一个根本性的敌人，他婚姻的敌人恰好就是他命中注定的伴侣类型。这就意味着第一，冲突的宿命性，他天生就容易被寅木这种类型的人所吸引。寅代表有活力、有野心、有财富，甚至带一点反叛气质的男性。然而，这种人一旦进入他的生命，就会立刻触发这种寅申冲，与他的申金本我展开最激烈的对抗。第二，财会印的诅咒，这个命局中寅木它是财星，寅木坐上为木土偏印，这就代表他的婚恋关系中必然会与金钱深度的绑定，并且因此损害他的名誉，因为这个印在命局中是代表名誉，代表他的名气，代表他的外界的形象，所以他遇到的往往是因利而来，也将因利而散的缘分。结论之二，他的一生都将上演一出爱上敌人的悲剧，他会被这种能给他带来巨大财和激情，但同时也会摧毁他的真心和名誉的伴侣所吸引。他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战争的种子。第三，时支观察库，深藏的爱情迷宫。时柱丙戌，这是情路的最终答案。我们知道时柱它是代表命主人生的中晚年阶段，是人生的最终成就和归宿。丙戌这种观察库落于时柱，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到他情路的真正归宿。第一，夫星入木，晚婚之兆。命局中丙火七杀，它是代表夫星，下面的戌土为火库，这是一种七杀入官库的一个，这就代表夫星被收藏在戌土之中，而且位于晚年的时柱，这是晚婚的铁段。所以我们可以直断他的正缘必须在经历了无数风浪、洗尽铅华之后才可能。第二方面，官杀混杂，选择之困。在戌土中既有这个丙火七杀，就是代表命最喜欢的激情浪漫和不稳，但这个戌土中又含有丁火正官，就代表稳重责任长久的陪伴。这意味着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男性之间徘徊与挣扎，这种官杀混杂是他情路复杂难以抉择的根源。第三，丁壬暗合，隐秘的希望。戌土与这个申金有一个暗合，这就是丁火与真金中的壬水发生的丁壬暗合。壬水是他的食神，代表命主的柔情和智慧，他与库中的丁火正官的暗合，这是他命中唯一一段可能走向正果的善缘，但这注定是一段极其隐秘、不为外人所知，而且需要巨大智慧去维系的地下恋情，或者是灵魂伴侣的关系。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之三，他的真爱是藏在一座迷宫的尽头，这种迷宫只有在他人生的下半场才会开启，而且开启之时会遇到辰戌冲未戌情，必然伴随着巨大的混乱与公开的撕扯。他
必须穿越这场风暴，才能找到那位与他秘密结盟的灵魂伴侣。综合前面的单方面分析，我们可以为赵露思的情路做出如下最终判断：过程不顺，寻找真爱的过程将极其不顺，困扰终身。夫宫的内外战火，夫妻宫的宿命对冲，是他情路坎坷的根本原因。早年的恋情大多数都是营生冲的牺牲品，短暂而激烈，结局惨淡，模式循环，他会不断重复爱上强者，而后两败俱伤，这种不断循环的模式。但是天经之气就让他越挫越勇，死性不改。晚婚结局，在经历了几位大运那场惊心动魄的开户之行之后，他才有机会理清自己混乱的情感，并与那位冰火正端的灵魂伴侣走上最终的吻。极大概率是一种非传统的、极为低调。他的爱情不是一场轻松的偶像剧，他要的不是一个来保护他的王，而是一个能与他并肩作战，同时又能承受他万丈光芒的国王。这样的人世间罕有，因此他的情路注定是一场孤独而又壮丽的女王的寻觅。以火之言，照命之玄。视频篇幅有限，一些观点无法尽述，请关注我的个人公众号“品言指玄”，获得更多深度内容以及每日东方智慧分享。如果本视频对你有所启发，想对个人在事业发展、情感困惑、健康生活、前路抉择等方面进行探讨，可以私信或者来 B 站油管看我的视频分享。全网同号“品言指玄”，谢谢大家。